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有网友朋友啊跟我说啊，让我聊聊关于这个有一条船啊叫 Express Pearl 这条船，它起火爆炸的这个事故。那这条船呢，它是5月15号从印度出发的，它计划是经过科伦坡，然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是它在20号抵达科伦坡西北面这个16海里处的时候呢，就失火了。那这火就一直烧啊，一直到6月2号才算扑灭，一共燃烧了有13天。可是这船上的船员倒是安全了啊，都撤离了。至于这个起火的原因呢，还在调查当中，我也不知道。这条船上装载有25公吨的硝酸，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品。这些危险品呢，有可能导致海洋污染。所以呢，现在斯里兰卡当局呢已经下令禁止捕鱼了啊，科伦坡这块禁止捕鱼了。这里呢，我们就谈到了危险品。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硝酸，对吧？那么它的运输啊，就属于危险货物的运输。所以呢，咱们就借这次事故吧，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危险品运输的一些知识点。我们来看这2本书啊。RMDG Code 这个船上都有的，那么英文呢就是这个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我们简称的国际危规。这里边呢是把所有的危险品都进行了分类详解，而且呢还对它的包装要求灌装要求以及它的这个机载、运输、隔离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分类它这个第一卷呢就把危险品呢分为9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爆炸品比如说火药，对吧？很好理解。那第2类呢就是压缩气体，比如说氧气氢气等等这些个压缩气体。第3类易燃液体，比如说汽油、柴油，这些都属于易燃液体。那么第4类呢就是易燃的固体，易燃固体。第5类就是氧化物有机过氧化物这一类的。第6类就是有毒的物质，比如说氢化物，它属于有毒物质。第7类呢指的是放射性的物质。那么第8类就是腐蚀性物质，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硝酸另外还有硫酸等等，这都属于腐蚀性的物质。那第9类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个危险品。大家看这些危险品的舱单，那这个呢是要必须拿到的而且呢船长要对每一张都要签字。那大副呢他在危险品装船之前要反复的核对它装载位置、隔离要求等等，就让它呢满足国际违规对它机载的各项规定。我想我这么讲可能有点枯燥了我们实际的去看一看这些危险品到底长什么样的，对吧？我们随便找几个。我们看这个第5倍这几个吧，好吧，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但是事先呢，我们要做一些功课。大家看这个这里边有一个 UN number， 这个 UN number 这是什么意思呢？3048什么什么2048，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它呢是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由4位数字组成的每个危险品都要有的。那我们在 RMDG Code 这个第2卷中是可以查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的这个危险品，它的 UN number 是多少呢？是2048。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这边是这个2环戊2烯，对吧？那它是几级危险品呢？因为一查是3级危险品。那刚才讲了3级危险品呢是可燃性液体，对吧？当然这边还有对它包装等等其他的这个详解。那后边呢也有对它产品进行的描述。大家看是液体所以呢这个 UN number 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就说我不用去看舱单，我只要知道你的 UN number， 我查这本书我照样能知道你产品是什么。大家看我们船正在穿越大隅海峡，那这个就是大隅海峡等一会儿穿越过去之后呢，我就可以带大家去看2048了。这个画面就是大隅海峡的实拍，很宽阔天气也很好。那刚才讲的是比较枯燥
我们就换换脑子，来欣赏一下海峡两岸的风景，然后呢，我们再继续。那这是北边的那个岛等一下呢，我们去右边，也就是我们看看南边的那个岛。你看这个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渐渐消失在水天线，海峡也快出去了，所以呢，我们收拾一下行囊，准备呢来一次船头的旅行，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谈到的危险品。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呢，这次简单的短途旅行我却是旅了3次才成功。那第一次到了现场之后我就发现，我手机没电了，这怎么弄？赶快跑回去吧，跑回去充电吧，充好了电再来。第二次到现场一拍，手机倒是有电了，可是拍了没几秒钟呢，内存空间它又不够了，没办法，又跑回去把这个手机清理了一下让它有空间嘛。然后第3次，这才成功，才拍下来。前前后后呢，一共3次，我算了一下，大概跑了1公里多吧。不过没关系了，对吧？就当锻炼身体了，也挺好。好，我们来到了现场，大家看这个吧，这个就是我们看它的 UN number， 这里了2048，对吧？那么它对应的等级呢是第3级。那这边还有一个张贴的标志，这个应该是海洋污染物吧？也就是说，这个箱子如果泄露的话呢，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那么在 MARPOL 当中，就是说国际海洋防污染公约当中呢，应该对它有另行规定。我们看它是一个罐装的大罐子。那么在罐体上呢，它也有张贴它的名称。大家看，2环52烯跟我们刚才查的 IMDG Code 那本书是一样的。这边还有它的一些这个警告信息分类等等。那在这个2烯的旁边呢，我们看还有一个危险品它是3082第9级的。那刚才讲的第9级的危险品呢是其他危险品，它也是海洋污染物那这2个箱子能不能摆放在一起呢？可不可以呢？这里就涉及到隔离，那我们就回去查一下 IMDG Code 关于隔离的规定。大家看这个就是隔离表。那这个隔离表呢，在实际的工作中是经常被使用的。很简单，左边这一栏和上面这一栏呢都是危险品的等级，那么这2栏的交叉点就是对隔离的要求。它是用数字1、2、3、4，还有一个叉来表示这个隔离等级。那么这1、2、3、4还有这个叉都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在这个表的下边也能查得到大家看这就是知道就行了没有必要去深究它。好，那我们就查一查刚才那2个箱子它的隔离要求是什么。我们查看等级3，对吧？还有等级9，它的隔离要求是什么呢？是叉，也就是说呢是不需要隔离的，除非在舱单中是有提及到有特殊的隔离要求。船上载有危险品呢，事先都需要向港口方面进行申报。那到港之前呢，一般是通过邮件的方式呢，向港方递交危险品的清单。那到了有些港口呢，他也会通过这个高频电话，就 VHF 来直接询问关于你危险品的装载事宜也就是说口头再申报一次。那我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吧，好吧？我呢不是从船头咱们就拍完片子回来嘛，我说歇一会儿吧，泡点茶喝我就拿出了我这个跟了我多年的心爱的杯子。大家看这个杯子盖叫我不小心给摔碎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呢就找了个小碟子暂时替代一下，反正也能用吧，因为这个杯子它并没有碎嘛，对不对？先凑合着用吧。我这杯子你说跟了我这么久了，哎呀，想想怪可惜的。我正在这伤心呢，这同事就叫我，船长快过来看有一个大灰机大灰机。我赶紧跑出去一看，果然有一架大灰机呢就冲着我们就飞过来了。
这个他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拍到啊，他后面拍到了。那这个是什么飞机啊？这个我看着怎么像客机呢？圆乎乎的，是不是？肯定不是客机啊，它不可能飞那么低，是不是？都是轰炸机，更不是了。这个是军机还是民用机啊？有对这个飞机有研究的吗？大家给帮忙评论留个言，好吧？以往呢都是我在片尾回答网友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麻烦大家了，请大家呢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吧？那好，我们这期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聊吧。